我未婚夫抛下我去找他的青梅，被我打电话质问，他不耐烦。我和他是纯友谊，把他都当兄弟，怎么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看我怎么去和他心尖上的兄弟争宠。可我转头就和他真兄弟在一起了，他急了，红着眼替我找借口。我知道你和他只是朋友，别误会，我和他纯爱情，不掺和一点友谊。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今天兄弟局不准带姜暖来，咱们好好疯一疯。知道了，他快速地挂断，阻止了朋友还没说完的话。我端着咖啡的手一顿，宋锦的眼神就扫了过来。等会你自己去是吧？我就不陪你了。还不等我回话，他便将转身上了车。今天是我们俩试婚纱照的日子，而这已经是他第3次失约了。失约的原因无一例外都是同一个人，魏倩倩，宋锦的青梅竹马。第1次是婚纱，他病了；第2次他喝多了；这一次连装都不装了，推了接下来的是纱。我站在酒吧灯影交错的一个角落，看着卡座上的一群男人起哄，而被人簇拥在正中间的宋锦，我在一起5年的未婚夫，正和一个女孩十指紧握，签够5分钟，愿赌服输。不多时，女孩又输了一局游戏，她懊恼地打了宋锦一下，似乎是责怪他影响了发挥。众人再一次起哄了起来。不多时，魏倩倩慢慢地在宋锦脸颊上落下了一吻。酒吧里闪烁的灯光恍然了一瞬，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四周的吵闹声似乎被放大了一般。我转身打算离开，却不小心撞进一人怀里。那人稳稳扶了我一下，身上有股清冽的薄荷香气。走出酒吧，我开始对宋锦疯狂电话轰炸，直到10分钟后，宋锦不耐烦的声音才响起：“不是兄弟局吗？”电话那头他停顿了几秒，才反应过来：“你在哪？”见我没回话，他有些微怒：“我们俩是纯友谊，我们都把他当兄弟的，你有完没完？5年了。”这句话听得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电话那头响起他朋友的拱火和魏倩倩略带不爽的细碎吐槽声。女的就是事多。宋锦挂断了电话，回忆的片段像凛冽的风一样刮来。永远偏爱暖暖，永远不会挂暖暖的电话。他似乎说了很多个永远，但是我记不清了。手机里发来一条消息，是我大学舍友，上面是一张朋友圈的截图，照片上正是刚刚酒吧里魏倩倩亲宋锦的那一幕。虽然两人在图片的角落，但是一群男人的卡座里，唯一一个女人还是能一眼扫到。配文是跟兄弟出来喝酒，还带了一个意味不明的表情。震惊啊！我们系男神800年不发一个朋友圈，我们才都去看的，结果吃到大瓜了。你们俩什么时候分的手啊？他也不管我回不回答，自顾自地说着。我早就看那个魏倩倩不对劲了，篮球打得跟屎一样，天天往篮球场里混。我回了一个没分，那边安静了几秒，似乎在酝酿一场暴风雨。而我看着截图里的名字笑笑。沈博言这图比我拍的可清楚多了。我和宋锦相识在大1那年，他和我同系，初次见只觉得他帅得离谱，整个人如同站在光里一般。不说多了，班里20个女生，19个都对他芳心暗许。没想到开学不到1个月，我们俩就在家里安排的相亲上面面相觑了。任谁也不会想到，小小的一个班里居然汇聚了京市2大金融巨头的独子独女。宋锦看着我，不知怎么的笑了一下。直到后来我才从我爸那听说，
是宋锦求宋爸爸让了个大合同给江家，才换了这一场见面。而这一切都是宋锦的手笔，而他也因此失去了寒假暑假，只要有时间，永远在宋家的公司里干杂活。当时的宋锦满不在意地看着我傻笑，超值。我是个慢热的性子，宋锦也算是有耐心，追了我整整2年。大2那年晚上的操场，消失了整整3天的宋锦，在满操场的玫瑰花前出现了。他附在我耳边，呼吸带来的热气轻抚耳垂。我可把你嫁这了，你要是不答应我，看你接下来2年怎么办？有点痒。我自然是答应了。宋锦也并没有因为追到我而懈怠一点，依旧是每天开车来接我上课。上完课给我买完东西，又匆匆跑去宋家的公司灵活就业。我上课，而他没课的时间才在等我的时候，顺便打篮球。所以我大部分时间下课都是直奔操场，从很多尖叫的女生堆里挤进去，在篮球场上精准找到宋锦，还有他旁边的魏倩倩，当然还有宋锦的好兄弟沈博言。由于2个男生的身高过于傲人，魏倩倩在他们俩旁边就组成了一个凹字。宋锦一个转头也发现了我，利落地将手里的球传给沈博言后，抽空朝我挥了挥手。根本没人给传球的魏倩倩也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了我，抽出手打了一下宋锦。走什么神？球赛以沈博言一个漂亮的3分球结束。宋锦站在球场旁边喝水，一边的魏倩倩十分自然地拿起他放在一边的矿泉水，对嘴便喝。看着我走过来，他对着宋锦扬了扬手里的矿泉水。你还喝吗？宋锦没说话，我便递了我的保温杯给他。魏倩倩故作惊讶地出声：哎呀，你不会就是阿锦这小子新谈的小女朋友吧？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宋锦。不好意思，宋锦还没带你见过我们呢。魏倩倩责怪地攮了宋锦一拳，又离他站近了一些，把手中的矿泉水还给了宋锦，同时还不忘看向我。你可别介意，我们俩从小就这样，习惯了都。沈博言这时从他们身后收拾了东西路过，被宋锦喊住：等下一起去吃饭吗？我正式介绍一下江暖给你们认识。宋锦擦了擦汗，用干净的手摸了摸我的头。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今天刚好有机会。沈博言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我，只浅浅打了一声招呼，便一口回绝：有事。魏倩倩的眼神从我身上移向一旁的沈博言：你要去参加赛后庆祝吗？那我也要跟你一起。不想沈博言理都没理他，径直走了。魏倩倩站在原地有些尴尬，博言就是这样的，习惯就好了。宋锦擦干净身上的汗，这才帮我背上包。魏倩倩回过神，等会篮球队赛后庆祝，都是一群大男人，你还要带女朋友来吗？宋锦顿住，手上却紧紧牵着我不放。魏倩倩嗤笑了一下，转头去追篮球队了。1.6米的小短腿倒腾得很快，宋锦长长呼出一口气，好不容易可以晚点上班，我当然要陪暖暖。我再清醒一些时，桌上已经摆满了空空的酒瓶了。对面坐着沈博言，正一言不发地盯着我被子里的最后一点杯底。我揉了揉脑袋，这才想起我进了隔壁清吧，打算一醉方休。但是桌上的酒瓶只有2个是我解决的，剩下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上来的沈博言喝的。江暖，我建议你不会喝酒就别学别人买醉了。沈博言看着我，第一次在我面前说这么长的话。他递过来解酒的饮料，或许是喝了酒的原因，他耳朵有点微红。我手撑起桌子，打算结账离开，
却脚一软，一个踉跄，歪到原地。沈伯言本想伸手扶我，可刚触碰到我，就像触电一般收了回去。我就这么一把被他拎得稳稳站在了原地。谢谢，宋锦是救过你命吗？啊！我愣了一秒，他也愣了一秒，随即回了一句没事。透过车窗看着沈伯言的身影停在原地，他站在路灯找不到的地方，抬头同样望着我离开的方向，五官晦暗不明，不知道在想什么。沈伯言这人还真是奇怪，我一回家，爸妈就闻到了我身上的酒气。爸，江家的生意如今脱离宋家，会有很大的影响吗？我爸看了我一眼，似乎猜到我为何一身酒气了。妈妈在一旁脸色也有些心疼了起来。明明我什么都还没说，能有什么影响？我和宋胜辉那老东西本来就势均力敌，两家合作是强强联合，掰了也是各自为王，我这才稍微放心了些。要分手？我点点头。确定了吗？爸爸知道我不是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的性格，但他也从未想过自己十分满意的未来女婿会对不起我。看到那张照片，我把拳头捏得咯吱作响。我妈面无表情地从保险柜掏出和宋家签署的近期合作的合同，戴上眼镜坐在一旁埋头看了起来。我回到房间，刚准备入睡，他敲了敲房门走了进来。爸爸妈妈商量了一下，这件事情会影响你的心情，所以你想出这口气吗？1个月的时间，可以吗？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妈妈心疼地揉了揉我的脸，随即帮我掖好了被角。爸妈帮我安排了海岛旅游。宋锦一如往常给我发消息打电话报备，一点没有察觉到我的反常，只是时不时报备中带有酒局，其中出镜率极高的便是魏倩倩和沈伯言。等过段时间我跟我爸说一下，我陪你一起去玩。好啊，我发出一声没有灵魂的应答，一只手接过酒店人员递来的 SPA 项目表。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伯言也不知道抽了哪门子的风，天天喊我们出来喝酒，他以前可是叫都叫不出来。我正欲敷衍，电话那头却传来魏倩倩的声音：宋锦，能不能别一到你喝酒的时候就跑路啊？玩不起别玩。宋锦匆匆和我道别，却还是没漏过魏倩倩最后那句：真是煞风景。我拿掉手机，看向我对面按摩床上躺着的闺蜜，真是煞风景啊！她嫌弃的脸都快皱成一团了。有她这么个八卦集合体，我出来玩的日子当然不会太无聊。至少我现在知道，宋锦的朋友和大学的那些好兄弟们全都在等着看我笑话。有些好事的都问到我闺蜜头上了。京大白月光校花和青梅竹马的选择题，似乎让每一个男人都十分兴奋。只可惜我是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永远都不会成为任何选项中的一个。刚下飞机就被宋锦接上了车，他摸了摸新跑车的方向盘，在我脸颊上落下一吻：托你的福，我爸奖励我的。江家和宋家最近合作了一块极有潜力的地皮，这台顶配的跑车是宋父心情大好的奖励。我面无表情地从副驾驶的手套箱里拿出了一根口红，这是送给我的。宋锦没有在意地将那根口红收了进去，估计是魏倩倩拉的。她天天5大3粗的，忘性大。我不可置否地笑笑。晚间，宋锦带我去了一家西餐，我到时才发现，真是全英雄阵容。嫂子应该不介意吧？魏倩倩抬手招呼我们坐下，沈伯言和宋锦的另外2个兄弟也在。他朝我微微点头。上次喝酒后，我们加了联系方式。他话不多，次次都以宋锦开头，
只是聊起宋锦的消息里会夹带上那么几张照片。不得不说，沈伯言真的很适合当娱记摄影，几乎每张照片都夹杂着一些语焉不详的暧昧气息。不知他是什么目的，我也只能当作没看见。毕竟沈伯言是宋锦最好的兄弟，或许是想挤掉我，给魏倩倩一个上位的机会也说不定。我刚落座，魏倩倩便盯着我的脸开口了：“你这妆化得真好看，改天能不能教教我呀？”我一点都不会。几人的视线也跟随她的话移到我脸上。我翻开包包，从里面掏出一块粉饼：“你确实不咋会，你脸上的粉都卡成一坨了，给你补补吧。”魏倩倩愣住，看向我手中的粉饼，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我只是平日里不爱搭理她，不代表我没长嘴。她讪讪一笑，将我的粉饼接了过去，看了一眼自己的脸，发现并没有卡粉后，脸色十分难看地将东西还给了我。宋锦和沈伯言倒是没有什么表情，只是旁边那两个酒肉朋友脸上的八卦已经藏都藏不住了。菜品一上桌，宋锦就轻车熟路地给我分起了牛排。魏倩倩看了这一幕，眼里都快冒出火来了。我跟你们说，宋锦小时候就是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天天让我叫他爸爸，玩过家家都是把我当小孩子照顾。魏倩倩一脸幸福的回忆。宋锦有些脸红的给他倒了一杯橙汁：“吃你的吧。”我夹在中间，悠悠的补了一句：“幸好那个时候我不在，不然你还得叫我一声妈。”沈伯言微微抿嘴，不知为何，我居然在他眼神里看到了一丝欣慰。我一块牛排还没放到嘴里呢，魏倩倩又悠悠出声了：“阿锦，我脖子有点疼，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紫了。”她扬起脖子朝着宋锦的方向凑了过去：“是有点红了，你今天打球的时候捏的，全怪你。你说吧，怎么补偿我？”饭桌上的气氛充斥着一股死亡，全场还在正常吃东西的人也就2个，我一个，坐在我对面的沈伯言一个。我什么时候捏？就是你捏的，还嘴硬。沈伯言扫了一眼魏倩倩，提了提嘴角。魏倩倩几乎一顿饭的时间都在给我不断的上眼药，哪怕是宋锦这般迟钝的人都已经察觉到了饭桌上剑拔弩张的气氛。你怎么今天这么不对劲？魏倩倩瞥了我一眼，不爽。有外人在，说话都没气氛。宋锦一声倩倩打断了他的话，转头有些慌乱地跟我解释，他从小就这副死样子，你别介意。我将宋锦握着我的手扶开：“魏小姐，啊不，你常以男人自居，我是不是该叫你一声魏先生啊？”今天的饭桌上有江氏集团的独生女，宋氏的独生子，全国最大的传媒公司继承人，和京市极具规模的物流电商公司的2位少爷。原本我们可以谈一谈生意合作上的事情，或许我们对过家家的游戏根本就不感兴趣呢。有钱人自然是和有钱人一起玩。饭桌上原本就只有魏倩倩一个人在演独角戏，我此话一出，全场安静的落针可闻。魏倩倩愣了一瞬，脸上原本完美无缺的表情一点点皲裂。我的话似乎挑起了她脆弱的神经。你什么意思？阴阳怪气谁呢？她一下从餐桌上坐了起来，连带着椅子发出一声巨响。你算什么东西？别以为你暂时和宋锦谈恋爱就可以这么跟我讲话，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也是你一个外人可以插嘴的。他平日里装大大咧咧习惯了，伸手砸向桌子，桌上餐盘叮咣作响，十分刺耳。你怎么生这么大的气？我只是为了照顾你的感受啊，毕竟你只是宋锦家里保姆的女儿。我们要是谈家族生意上的事情，
你也会觉得无趣吧？我一副被吓到的模样，紧紧攥住了宋锦的衣角。阿锦，我是不是说了让倩倩生气的话了？我不是故意的。宋锦一时间有些为难，看着机遇喷火的魏倩倩，又看了看我，我好似没看见她的歇斯底里一般。抱歉呐，倩倩，我看你平常都爱跟着这些男孩子玩，还以为你大大咧咧不在乎这些呢，没想到你这么敏感，我还以为我们会成为朋友呢。听说你妈妈都在宋家待了34年了，我还想着你子承母业，到时候我也雇你来当保姆。我将保姆2个字咬得很重。魏倩倩手里还拿着餐刀，感觉马上就要上来给我一下子。宋锦却在这时起身，稳稳地挡在了魏倩倩身前。魏倩倩看着他高大的背影，一时间也忘了想扎我刀子了，眼里只余感动和惊喜。你说的有点太过分了，暖暖。餐厅经理早就注意到了这处的纷争，只是因为我在桌上，才迟迟观望没有过来。只是发生争执的对象其中之一是我，他还是带了2个保安走了过来，客气一番之后，要请魏倩倩出去。江暖，你什么意思？要撵她出去吗？你别闹得太过分了。我看向有些微怒的宋锦，不是的。我顿了顿，你俩一块给我出去。我也真的是懒得装了，1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今天原本就是要提分手的。宋锦第一次在兄弟面前被这般驳了面子，脸色也不好看。魏倩倩被2个保推嚷着看向宋锦，眼里竟隐隐生出一丝期待。宋锦深深看了我一眼，赌气一般起身拉着魏倩倩离开了。我和宋锦分手了，因为之前的朋友圈事件，倒也没有人来我这过问太多，或许是为了让我忙起来。爸爸给我报了英国一家颇有实力的商科培训课程。上课点第1天，我就在寥寥10来人的教室里看到了沈博言。本来想装作不认识略过，没想到这厮直接喊住了我。好巧，我和他打招呼，这一声招呼过后，教授安排我坐在他旁边。我觉得有些尴尬，自顾自地拉远了凳子。课程有些枯燥，我走神间看到沈博言侧脸，他微微靠着椅背，漫不经心地听课。他长得比宋锦多了一丝不敢肖想的金贵感，明明是好兄弟。沈博言的气场和长相都更偏向于冷峻。沈博言的手机在这时亮起，他快速将手机倒扣，一闪而过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手机屏保上的照片，是沈博言和我。大一时，我以朋友的身份去看宋锦打球，那一场他们赢得很漂亮。宋锦小心翼翼地邀请我合影留念，球队的好兄弟却起哄的都站在我们旁边，一群大男人又是比心又是挤眉弄眼的，生怕所有人不知道宋锦对我的死缠烂打。只有沈博言不知何时站在了我旁边，安安静静地加入了这张照片。那时宋锦还拿着这张照片嘲笑沈博言，你看你平常板着一副死人脸，拍个照表情都僵成这样，不知道的以为你被逼的呢。沈博言截掉了宋锦和照片里的其他人，独独留下了我。沈博言以顺路为由载了我1个月，同班的同学都说我们很般配，他总是和别人解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说得多了，我居然也有些习惯和他相处了。直到宋锦找上了我拉黑了宋锦所有的联系方式，包括我的室友和闺蜜对我的行踪也都缄口不言。但宋锦好歹也是个大少爷，最终还是找到了我。彼时我正坐在沈博言的副驾驶上等他去买我们上课时喝的咖啡。宋锦看到我时眼里闪过一丝惊喜，看得出来他一得知我的行踪
就连夜赶了过来。或许是没计算好时差的原因，他已经在学校门口等了很久了。英国和国内的天气不一样，他穿得很薄，伸出冻得通红的手敲了敲车窗。暖暖，好久不见。他就这么站在车窗外，我降下车窗，他装作没事人一样，想伸手揉我的脑袋，我避开他的手。宋锦笑得无奈，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消气啊？我颇有些无语，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没有消气不消气这一说，你以后也不要来打扰我。我正打算关上车窗，宋锦已经看到了拎着咖啡走过来的沈伯言，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只愣愣地脱口而出：你怎么也在这上课？沈伯言从窗户将咖啡递给我，趁热喝。宋锦有些恼怒：你和暖暖在一块上课，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他，你也没问过我呀。沈伯言一句话把宋锦堵得沉默了几秒，我默默关上车窗，不知道沈伯言和他说了什么。宋锦站在原地，眼圈有些微红，拳头捏得很紧。你跟他说什么了？沈伯言握着方向盘。魏倩倩是个贱人，有你没他，有他没你。我笑了一声。沈伯言虽然话少，但是攻击性极强，不过他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想做选择的样子呢。他选不选，我都无所谓了。看了眼站在校门口像失了魂一样的男人，我吸了一口咖啡。我们两个再无任何可能。我话音刚落，只觉得一阵推背感袭来，我刚卷好的头发吹乱了，不是故意的。宋锦自那之后就没有来找过我，我也乐得清闲，每天和沈伯言一起讨论作业和方案。他虽然话少，但在商业方面强得可怕，至少看到他在自家娱乐公司方面的规划文件时，我意识到，幸好他家和我家不是同一个领域的，我们俩保持着一种十分默契的距离，但他的每一次不经意，我都看在眼里。今天的是这一科目教授的最后一节，教授本人自费举办了一场酒会，同时也是为了给我们引荐一些他的人脉。我端着一杯酒，装模作样的站在酒会的吧台上，看着一个男生朝着我走过来，他似乎是同一个班的同学，至少我素来不在意身边的人姓甚名谁。他自来熟地找我搭话时，我还在因为不知道他叫什么而感到有点尴尬。唇红齿白的小男生，此刻红着脸又介绍了一遍自己的家族产业。他说，能不能给他一个追求我的机会？我手指轻点酒杯，他会错了意，伸出杯子就打算和我干杯。不好意思，你没什么机会。沈伯言将手中无酒精的饮料递到我手上，换走了我原本那杯，眼神也只在他脸上停留了一下，然后定定地站在原地。他顿觉有些难堪，有些哀怨地看了我们俩一眼，灰溜溜地走了。我只是替你看看他的决心，谁知道他这么不堪一击。其实我也没你以为的那么好追求，就连宋锦也追了我整整2年呢。沈伯言端着酒杯的手骤然收紧。是吗？那是自然。他拿着酒杯就想走，但2步过后又转过头来。你不觉得这里有点无聊吗？于是我在沈伯言的压迫下和他换了个场子。你还记得你开学第1天被篮球砸了头吗？他突然没来由地问了这句话。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被砸了一下后，有人跑了过来，将我拉到一边，替我揉了揉脑袋。我当时被砸得昏天黑地的，只记得那人身上有股薄荷香气。不过我当时抬头发现自己被一群篮球队的体育生围成一个包围圈的时候，头比被球砸了还猛。那便是我和沈伯言的第1面。
只是我没有看见已经功成身退的他罢了。沈伯言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往日清冷的像冰山一样的男人，此时紧紧捏着我的手。宋锦那种蠢货到底有什么好的？我看着桌上的酒瓶扶额，其实你不用装喝醉的，我知道你的酒量。上一秒还在正襟危坐的男人微微咳嗽了2声，然后他就一鼓作气，真的把自己灌得稀醉。他看着我，眼神有些迷茫，然后一头倒在桌上，他断片了，整个人毫无意识。我别说扶了，连抬都抬不起来，他还是花了小费叫人把他抬到了楼上。我正打算把他塞进被子，低头却听他在念叨，明明是我先喜欢的。过了许久，沈伯言才在酒店的大床上醒过来，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他几乎是弹射起步地坐了起来，和坐在沙发上看书的我四目相对。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你说你喜欢我，我头都没抬，翻开了下一页，那边安静了许久，才接上一句，然后呢？他声音有着极力压制的颤抖。我答应了。宋氏和江氏合作项目暴雷新闻满天飞，宋锦父亲的公司也因千亿发动全身而摇摇欲坠。宋胜辉跟他儿子一样，蠢得无可救药。我妈是真的很腹黑，现如今大厦将倾，连宋胜辉养在外面的私生子都沉不住气，跑出来想分一杯羹了。宝宝，这样你会不会心情好一点？我啧啧一声。其实我爸妈早已经盯上宋家许久了，宋锦不过是一根下定决心的导火索罢了。我朝着沈伯言招招手，他1.9米的个子俯下身钻进我怀里。你不会心疼他了吧？然后被我一脚踹下沙发。我承认我确实喜欢过宋锦，但是这种喜欢早在他第一次因为魏倩倩喝多了酒将我抛下后就已经消失殆尽了。之所以忍着他，只是因为江家的计划还需要一些信任作为倚仗，否则我真的没那么多时间陪宋锦和魏倩倩这种蠢货玩过家家。至于现在，纯粹只是为了兴趣。我站在沈伯言的身侧，笑着和面前的几个老熟人打招呼。这是江暖，我女朋友。沈伯言的声音沉稳而坚定。宋锦坐在座位上，原本还藏有一丝希冀的眼神一瞬变得灰败。好久没见到他，感觉像老了好几岁一般，哪怕胡子刮得很干净，也有一圈遮不住的青灰色。他的座位也从原本的正中间坐到了一边的冷板凳上。好友们知道气氛不对劲的原因，纷纷打哈哈。沈伯言牵着我坐下，自顾自地给我倒了一杯果汁。虽然开始气氛有些尴尬，但我和沈伯言都是这一桌上家境降维打击的存在。很快，因为宋锦存在的导致的那些尴尬，随着他地位消失而荡然无存。我端起杯子，笑着看向这些见风使舵的世家子，毫无压力地承着他们的奉承。而宋锦坐在角落，默不作声地一杯又一杯喝酒。我们在洗手间遇见，他小心翼翼地开口：暖暖，我怎么今天没见到你的好兄弟？什么好兄弟？他迟钝了1秒，就意识到我在说谁。魏倩倩她已经被我赶出去了，她妈妈也被辞了，我和她不会再有任何来往了。哦，兄弟如手足啊，你还真是冷血无情。现如今，宋锦可谓是断手断脚了。我颇有恶意地笑了一声。我正准备出门，宋锦的声音却在身后响起。其实你早就已经不喜欢我了，对吗？我站住脚。虽然江家也同样是那个案子的合作商，明面上和宋家一样受到了损失，但其实你们早有防备，或者这就是你们江家早就已经布好的局。
你留在我身边，是不是为了让我爸和我放松警惕？我转过身，沉默地看着他，没有等到我的回答，他像是脱力一般，伸手扶住了墙。我见过他在篮球场上肆意的笑，跟我表白成功时无比庆幸的笑，但是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笑得比哭都难看。我对魏倩倩从来都没有任何男女之间的感情，我对天发誓，我对她只有愧疚。我只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个而怨我、讨厌我。那时宋锦才12岁，因为魏倩倩的母亲从年轻时便在宋锦家做保姆，宋家的司机便会顺路接送魏倩倩上学放学。宋锦彼时已经对阶级方面的差距了解了一些，便刻意和魏倩倩保持着距离。直到有一次，魏倩倩放学前递了一封信给宋锦，是一封情书。宋锦对魏倩倩突如其来的表白很是抗拒，当天甚至没让司机等魏倩倩放学，便回了家。意外便发生了，魏倩倩住进了医院。她在学校附近等宋锦时，被2个社会无业青年侮辱了。宋家给了他母亲很大一笔补偿，包括了魏倩倩后半生所有的学费和工作。魏倩倩和宋锦一同上着国际学校，每日出双入对，而宋锦因为愧疚，从来不对魏倩倩的行为有任何怨言。沈伯言不知是何时站在我身后的，所以你的愧疚和江暖有什么关系？你愧疚你一个人，愧疚就算了，干嘛要拉着我家暖暖这种从小要风的风，要雨的雨的大小姐陪你玩这种赎罪戏码？她的心不是肉长的吗？宋锦有些恍然，他被沈伯言一把提起衣领。你在他面前揭魏倩倩的伤疤，不过是想让他善良地原谅你的过错而已。看看多么有责任感的一个男人啊！沈伯言冷笑一声，无情地继续给他捅刀子。我很理解你的想法，因为我刚好也是个绿茶，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宋锦几乎是逃跑一般地离开了。沈伯言击碎了他最后的一点精神倚仗。你可真是恶毒啊！我好狭以赖地看着他。沈伯言板着脸，你不准可怜他哦。他心情一瞬间好了起来，拉着我又去那群公子哥面前秀了会恩爱，这才离开。以后这些人我也不会再有任何联络了。他走出餐厅，将外套披在我身上。我抬起头看向有点小得意的他，因为我的目的已经达成了。沈伯言扬起嘴角，十分虔诚地在我额间落下一吻。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听说过宋锦的消息，因为我在忙着备婚，每天被沈伯言缠得很紧。我们俩订婚的消息还小火了一把，上了热搜。沈伯言看似毫不在乎，实际上半夜2点用小号在书房和我的黑粉世纪大战。当然被我嘲笑后，他收敛了许多，直接动用终端力量把黑粉的账号给闭了。不过我倒是听说了另外一个人的消息，魏倩倩下海了。我闺蜜跟我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嘴快要咧巴到太平洋。我看了一眼，是一张魏倩倩在酒吧穿着清凉的照片，脸上是一副讨好的谄媚。听说宋家不资助她了，她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拿着学费买名牌包，现在宋家欠了几个亿，哪还有钱被她薅羊毛啊？原本的魏倩倩有宋家的愧疚作为底气，在京大说了不少惊天动地的话，什么不喜欢跟女的玩，女的心机重，还是男人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好。现在她可以一直跟男人玩了。挂掉电话，我和一旁听墙角的沈伯言四目相对。你偷听我打电话干什么？吃瓜好吃吗？沈伯言故作高深地用手撑起下巴。你比较好吃。以上
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